因为医院里转一下，那护工特别多。对，护工是特别多，但是特别不负责任的很多。比如说，有一次我婆婆住院，当时我们是40块钱，40块钱是一天呢还是一夜我忘了，这好几年前了。好几年，这个时候的40块是蛮值钱的，就是。现在一天的几百块钱，100-200块，200-300块钱啊，300呀，300，对，全护理是300呀，对，一对一。但是我这个不是全护理啊，只不过我们不在的话，他要喝口水啊，或者是要上个厕所啊。他是1对5、1对6，1对1吧，应该说。1对1全护理的，就300块的。我说的那个是10几年前啊。哦，这个情况也有这个情况，因为这一次正好是轮到我值班，就是这一天呢正好是就是我陪我婆婆，就是晚上要陪夜的嘛，是我陪诊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呢，我婆婆呢一个晚上上了3次厕所。但是他是不能走路啊，有点脑梗，晓得吧？那么我拖不动伊，那么我就拿笔木桶背说，大冬天啊。你不是请了护工啊？我请了呀，你听我说呀。3次全部是我来的呀。这个护工不但没有睡在他的旁边，睡在别的房间，对吧？这是第一。跟你叫他就是了呀。对，是叫他呀。但是我觉得人家半夜2点、3点，又是冬天，你去叫他。但作为我付的钱，你应该在我旁边呀。对的。为什么我要去叫你呢？对吧？如果说你是睡在其他房间，那你到一定时候来看看病人会不会要小便，会不会有什么事情，对吧？但我是付的是1对1的钱呀。你不叫他，把他一觉睡到大天亮呀。对啊。但是所以啊，我就说护工是不负责任的，出了钱你还受气。那我就到了第2天，我也不跟你护工说什么，我就到他们那个医生办公室去了。我说我出的钱，我出钱你服务，我是要买你的服务的。但是一个晚上是我服侍的我婆婆，你进都没进来看，你又呼呼大睡，我又不好意思叫你，对吧？而且你也不是睡在我们旁边，是在隔壁房间，我进去了还要影响到别人的休息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对吧？有些人也会说的，那你付了钱，你可以去叫的呀。那你觉得大冬天的我去叫，还要走到人家旁？你是为别人着想。对呀，但是苦了自己了呀。我说他不负责任，至少在责任上他没有尽到。但是这个医生真的是很不错，后来就把他辞了。辞了以后呢？这个人家没有劲了，你就每趟来问阿拉伯，今天是谁来值班？是你媳妇来值班。我一进去，他就帮他擦背什么。如果今天不是我，他能不做就不做。这实际上就是说，人总是惰性的哈。他这个上面的领导都是哪里呢？是你护工输出的管理公司呢？还是你的医院里面的护士还是医生呢？据我了解，跟那个护工他们跟医院也有关系。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你医院就是说医院方你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呀。他要监督啊，他没有起到监督作用呀。对，就是利益沟通啊。所以就是我跟他们医生说了以后，我感觉好像也不止我一个人说，没过多久，好像这个人就给他辞退了。我觉得就是既然有护工，你出了钱就要得到服务，对，出多少钱要得到相应的服务。但是好像现在的护工是，我觉得啊，现在的护工感觉啊，好像是病人的家属要倒过来的。他出了钱，他还享受不到，他还要拍他马屁，怕他不在的话，他会欺负他。住在医院里的病人，住在自己那个家属，护工是老大了呀。对呀，对，现在护工真的现在是老大了，不谈了。我公公那个这次不是疫情嘛，他住院嘛，那个护工，如果说打个比方啊，他跟我开价，管他1天1夜就1天嘛，800一天，
我打个比方是800一天，或者是500一天，说好的，饭还要吃你的，你还要跟他买饭。然后呢，这个医院我因为疫情嘛，我没去，是我小姑子去的。他在旁边帮他爸爸那个擦身啊、喂饭呀、喂药呀，他在旁边。白天啊，大白天8、9点钟，他在旁边呼呼的大睡，他还要收我们800块一天。这是去年的事情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现在那个好像是倒过来了，真的是倒过来了，好像是个普遍现象了，或者说不讲普遍现象，它这个占比，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，很高。现在就是请个护工好，就像撞了大运了，你明白吗？就是哎呦，我就讲骨头哪能介高啦？那个护工调了妈老好的，是这种意思。那本来应该非常平常的、非常正常的事情，现在变成不正常了。是。现在你反过来就是你钱出的多，也不一定能得到很好的服务。